你参加了一场战争游戏，由人类、精灵、拆人人、亡灵在远古时代进行角逐，而你起手就抽到了最强领地幽冥帝国，开局30个骑士，600个长弓手。而如今拆人人领主青云浩对你下阴招，你打开操作面板，是否以战争理由羞辱对豺狼人领主发起羞辱战争？果断点击确定，插标卖手之辈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惹怒幽冥帝国的人必须付出代价。另一边，青云浩正在整理领地，过不了几天他也能解决这次的天灾危机。就是不知道那边人类领主拿到了什么，姐，不过拿到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他的尸体估计都已经凉了吧。而在这时，战争游戏的提示音突然响起，难不成是个倒霉蛋死了，给我奖励了？下一刻，一个大红感叹号出现，领地幽冥帝国已对您宣战，战争理由羞辱，您即将进入战争状态，初始厌战度为50%，获取速率提升100%，士气下降20%。注意，一旦本场战争失败，你将获得特殊状态被羞辱，资源获取速率降低50%，领民幸福度降低30%，维持10年。10年都够开20场远古时代的游戏了，一旦进入被羞辱的状态，不等于这废了吗？翻了翻自己的界面，不对呀，怎么我就没有羞辱这个开战理由呢？这游戏不是公平竞技？不过他也一点不慌，世界这么大，他又从来没有暴露过位置，即便那个小凡侥幸活下来了，又能奈自己何呢？他是真的想笑啊！撑过了第1天的风霜巨浪天灾，还想撑过6天，都这样了，居然不先想着活命，而是对自己宣战。这个区幽冥帝国区萧凡真是不知死活。回过身后，奇怪，怎么自己领地的豺狼人领兵在不得颤抖呢？鞭子一甩，区一个宣战而已，能让你们抖成这样子？都不吃饭吗？动作不快点，等着晚上喂狼。与此同时，你也发觉了对方领地的变化，厌战程度这么高，有意思。这宣战心理压力居然这么大吗？这时火灵要从门后探出脑袋，领主大人，咱们可以出发了，说不定下周还能赶到吃饭，你也要跟着一起去？这个远古贵族少女天天只会吃，本身应该没什么战斗力才对。忍若雪跳道，就让灵儿跟着一起去吧，到时候您会知道它的作用。一会儿后，你坐在霸龙后背，跟着大部队出发。几天后，你们被拦在了一座高山面前，这种陡峭的山脉，霸王龙也难以翻越。一窝看向冷若雪，说好的2点之间直接最短呢？如果按照他的路线走，怕不是得把这一整片山脉都给移平了才能过去。任若雪呵呵一笑，遮住一处峭壁，下一秒，黄龙霸王龙砰的一声撞上去，峭壁轰然倒塌，露出其内部黑漆漆的空洞。还能这样玩呢？任若雪笑了笑，领主，当我们想前进的时刻，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道路，同时有些提醒弹出，发现古文明遗址佛卡神坛。佛卡神坛难度 A， 评价不建议任何领主单人探索。遗迹非常高大，即使是身材高大的暴龙也顶不到天花板。接着所有人都进入后，轰隆隆，一颗巨石从天落下，堵住了后路。在过道间，一束束幽蓝色火把逐步可升起，无比诡异。任若雪眼睛微眯，佛卡一族的遗迹嘛，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吧？3000年？要知道，战争游戏现在是远古时代，科技上限极低，而这个佛卡文明居然在3000年前就留下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遗迹，实在匪夷所思。任若雪点头，是的，他们建立了这里的神坛，用以淘汰没有足够智慧的族人。你若有所思，所以这个文明的灭亡来自于他们的残酷试炼吗？任若雪摇摇头，当然不是。领主大人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即使这个试炼再怎么残酷，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活下来的都是精英，在精英的带领下，文明只会越发壮大。这时候，火灵要凑了过来，是在聊福卡文明吗？这个我知道，小时候听叔叔阿姨们讲故事，那时候福卡文明越发壮大，行动范围也越来越广。可就在建成这座神坛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声音，忽然顿住，表情神秘秘。我们，你愣了？我们？他有点骄傲，没错，就是我们。当他第一次看到我们和我们的围墙，得知我们的祖先已经观察了他们500年，陷入了无尽的暴怒之中，然后朝我们发动了战争。嘻嘻，最后全部被我们烧陶的弩箭扎成刺猬。你倒吸一口凉气，原来这才是灭亡的原因。这时暴龙的队伍停了下来，任若雪道：“我们到了，你们身处一处圆盘上，周围立着高大的简陋圆的石像，只要通过神坛的试炼，就能从另一个出口离开，抵达山脉的对面，这就是最快的途径。现在我们已经通关了第1项试炼。”什么时候通过的？看了半天也没看见有什么试炼。任若雪捂嘴轻笑，那些冒着幽蓝火焰的特殊火把会急剧消耗氧气，然后将二氧化碳堆积在锅的底部。so ga， 以暴龙的身高根本不会受到影响。任若雪指向雕像，接下来是第2道试炼，名字叫做请，能否请动长者的石像为其移动是关键。你观察起石像来，它的吨位看上去就相当恐怖，根本无法依靠蛮力解决。不过转头问向任若雪，通关这一道试炼的方法，我们了如指掌，对吧？任若雪点点头，我们当然知道如何正确通过这一道试炼，但这个试炼的名字我们很不喜欢，除了我们以外，任何外族人都不配让我们说出请字。话音刚落，冷若雪带着暴龙再次撞过去，轰隆一下2
下，石像开出现裂缝，碎成了一块块，脚下也显现出一处处管道。原来只要引入足够多的蒸汽，就能使长者自己滑落圆盘。捏头叹气，所谓智慧，在强大的力量面前真是脆弱不堪。那些佛卡族的估计也没想到，他们的试炼能被这样直接粗暴的方式通关。骑士们将石像的碎渣推到圆盘之上，圆盘向下方跌落而去，洞砸在地底，掀起一片尘灰，出现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，有散发着幽光的蘑菇，还有身形诡异的接着虫子。任若写道，这是第3道试炼，也是真正的试炼。前2道难度相比这一道根本不算什么。火亮肚子这时想了，领主大人，先别管什么文明不文明的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？不提还好啊，这么一提，大家真感觉有点饿。但这处遗迹内想要寻找食物也没那么简单。若雪姐姐一定不会让我们挨饿的，对不对？她笑笑，好了，大家和领主大人也都饿了，正好若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第3道试炼重要的一环。拿出一只大碗，直接放进发光蘑菇，再将叠着生物的汁液滴在上面，底下生火，下一秒荧光蘑菇开始膨胀，最后拿出调料一浇，交给领主大人可以吃了。一口咬下去，瞬间露出满意的神情，味道竟然十分不错，有点像吃跳跳糖的感觉。系统发来了提示：您服下远古奇物爆炸蘑菇，享乐者天赋得到满足。本局游戏内所有直属部队攻击力增加3%。你愣了，这蘑菇居然还是奇物？难道第3道考验这么简单吗？他看出你疑惑，萧凡大人，你是觉得这太简单了是吗？你点点头。他为你解释，如果每日服用这些蘑菇，生命周期绝对不会超过7日，而且它带来的饱腹感都是孢子引发的错觉，吃下去再多，过不久还是会饿。你立马明白过来，在光服用爆炸蘑菇的情况下，被考验者如果沉迷于遍地美食当中，7日之后必定会饿死。吃饱喝足后，你们继续前进，不知不觉间走到了死路。战争游戏的提示音响起，恭喜您发现上古之遗启蒙。这时温雅贤已经在泥墙上摸索着，那里有什么东西吗？眯起眼睛继续观察，发现墙壁上居然出现了一些诡异符号，光是看着都有一种思维增强的错觉。一些曾经写不出的数学题，好像也能多解上几个步骤。游戏跳出了提醒：上古之遗启蒙奇物，效果1，当启蒙存在时，拥有势力科研速度提升2倍。效果2，领地内所有领民得到开会效果，每日智力提升1/1000。好强的奇物！福卡文明的遗址内居然存在着这等好东西，就是放到封建时代乃至电气时代都丝毫不会过时。而这些试炼的答案应该就在这些石板上面。温雅贤却是一脸不屑，切，写的什么破玩意儿，完全看不懂。即使没有这些石板帮助，他已经看穿了这处地下深潭的构造，而看出你对这些石板感兴趣。冷若雪默默将石板打包收了起来。下一秒，温雅贤拔掉墙上的一颗石子，然后在某处地方搓了搓，经过一系列动作，沙沙声响起，沙盘震动，大量泥沙扑面而来，一道出口呈现在你们面前。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恭喜您成功完成佛卡文明的试炼，您将在佛卡文明随机抽取3个词条，分别是勇气、智慧和先祖崇拜，一个解锁福卡文明兵种的征募权限，一个是继承福卡文明的所有科技，最后的则是使领民对先祖的记忆会愈发清晰。前2个词条的效果对别人来说是如虎添翼，可你却用不上，于是只能选择先祖崇拜10条。幽冥帝国拥有上万年的历史，说不定会以这个词条产出别人的火花。而如今你正在讨伐豺狼领主清源号，很快抵达领地范围，但这里分布着上万个部落，你们只知道大概位置。清源号的部落在哪儿呢？领主大人无需担心，我们拥有一套非常完美的判定手段。哦，他手一滑，我们就这么直线过去。所有看到我们露出恐惧神色的，必然是心虚了的凶手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草丛突然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是几名豺狼侦察兵颤抖着双腿瘫倒在地上。忽然，一头霸王龙打个喷嚏，一脚踩上去，直接变成肉饼。咦，火烈一脸嫌弃，夹草就不好吃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秦元浩的领地。啊切！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刚刚觉得背后有点发凉，但应该是错觉吧？难道是那个萧凡？很快就被自己愚蠢的想法逗笑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我这是想多了。他并不担心，自己领地所处的方位不错，有天险优势，不仅需要从低等亡灵的领地穿越过来，还需要经过大多数豺狼人领主的领地。想越过来攻击他，在游戏前期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什么破烂幽冥帝国，应该已经被风霜巨狼啃得骨头都不剩下了吧？姐，哎，说什么宣战，可今天最后一天了都没见到人影，真是小丑。在这时，战争游戏的全部通报再次响起，人族领主萧凡击杀豺狼人领主帕特里克，完成本场游戏首杀。
金元浩表情一变，不是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叫帕特里克的好像就住在我隔壁，就这么死了。而且这个人类领主也叫萧凡，莫非是重名？不对，怎么可能有人类进入豺狼人的领地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没错，一定只是巧合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位置外，人类正对你眨眨眼睛。你摇头，不是这个，你们脚下的这是一处成了废墟的豺狼人营地。刚刚霸王的那脚好像踩死了某个领主，对方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，可真是个倒霉蛋。不过因为击杀了帕特里克，你又看到了许多奇奇特特的领主途径，纯净主义者、杀戮之王和征服者，听着是很酷炫，但忍不住叹气，唉，都是什么歪瓜裂枣。这时温远贤忽然喊住你，指了指一头暴龙，他嘴里正叼了只豺狼人，呸的一口吐在地上，而这名豺狼人居然不顾疼痛，馋笑道：大人不知道此地有何贵干呢？你笑了，知道秦元浩的领地在哪呢？秦元浩，豺狼人冷汗都下来了，原来就是你小子把人引过来的吧？好气！护卫大人，我当然知道，直接走到最前面，弯腰伸手，诸位大人，您这边请。此时金元浩还不知道危机追逼近，轰隆！忽然身后地面震动一下，一道阴影将他笼罩。天怎么这么快就暗下来了呢？滴答滴答，几滴巨大水滴滴到他头顶，偷偷的摸了摸，这怎么还下雨了？看上面一道吸血声音响起，金浩下意识抬头，见到了一张血盆大口，一个翻滚躲过了霸王的撕咬攻击。你笑了，动作倒是挺快。如果是其他豺狼人，绝对躲不过去刚刚那一下。所以你就是秦元浩嘛？那只头城的豺狼人率先回答：大人，如果附近没有第二个叫秦元浩的豺狼人领主的话，你要找的就是他了。听到这儿，他怒目圆睁，该死的狼奸！但很快惊恐不已，眼看这个时间点能找过来寻仇的，只可能是那个人类领主小凡。悄悄向后退，眼看就要离开暴龙的攻击范围，却听到那只豺狼人忽然大叫：大人，他跑！我操！又是一滚，躲开攻击，看他速度逃窜，你觉得有些无聊。这豺狼人领主似乎也不过如此。与此同时，领地内的豺狼人部队也都围了过来，但没有一只赶上前。秦元浩每逃窜一次，厌战度就提升1点，而强行命令他们发起送死攻击，估计当场就叛逃了。巨大压力下，秦元浩彻底疯狂！够啦！他实在想不明白，眼下游戏才刚开始1周，是怎么弄出这种离谱兵种的？不是啊，人类在远古时代不是没出过骑兵兵种，但哪家好人用霸王龙当坐骑啊？真开了吧！想不明白就不想了，拿起武器对着你，直到你以为他殊死一搏的时候，他就直接丢下武器，在地上一跪。我承认，先前是我说话太大声，但在利益面前，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过去的。你笑了，哦，说。秦浩一拱手，我对大人还有大用，我可以为您泄露豺狼人的所有消息，有我的通风报信，您就有机会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。公若不弃，秦某原认大人为义父。豺狼人领主秦元浩申请添加您为好友。你懵了，豺狼族分布是吧？如果没有那张全知地图，或许还对这提议稍微感点兴趣。但如今，这时霍林要窜出来，就你们也配跟我们谈合作吗？不过是会直立行走的野狗，连羞耻都不知道的生物，一通怒骂你也认不懂口呆。任落雪说让火灵跟着有用，不会是这个作用吧？秦浩眼见生存无望，殊死一搏啊！我杀了你！下一秒，霸王龙猛地一抬腿踹飞出去，飞到半空中，他无法翻身，睁眼睁睁看着又一头霸王龙过来，将自己踹了回去，被当成了足球啊！秦元浩彻底疯狂！刚好反击又被踢飞了出去，没多久脑袋一歪，一命呜呼。秦元浩记了。游戏的提示出现，恭喜您取得本场战争的胜利。作为战争的胜利者，您可以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其一：占领；2劫掠；3毁灭；4达成战争目标，需对方同意。其中前2个是不可选择，劫掠和毁灭没什么用处，于是你按下了毁灭选项。下个瞬间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所有建筑化为飞灰。如果没有地上的豺狼人尸体，恐怕都不会有人相信这里曾经生活着一只豺狼人部落。夜幕降临，3匹风霜巨龙从森林中走出，但走了一半，他们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啊！